说实话，新版本也没过多久吧，我就感觉又长草了，但不更新的话也说不过去。于是我就想到了上期一览视频中的草史莱姆。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测试，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大草史莱姆是会生小草史莱姆的。而且你如果不管它，它只会越生越多。是不是无限制呢？我就不清楚了。就像讨债人的顺域影杀阵，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整活视频，我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原来讨债人的大招这么帅。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灵感来源，也是本期视频的主题，那些我们不曾留心观察过的原模技能机制。大家好，我是思凡，我们还是先从史莱姆开始吧，毕竟是灵感的起点。草史莱姆就不再赘述了。雷史莱姆，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好奇，为什么雷史莱姆会有黄紫两种颜色，但却又一直懒得去研究。不过现在我知道了，和公母无关，当然也可能有关。其实它们就像是电池的正负极，黄色就是电池的正极，负责释放电流；紫色就相当于是电池的负极，负责接收电流。当然我也知道，实际上电子是从负极向正极移动的，但为了和一般观念相吻合，还是这么说吧。雷史莱姆的头上都会有一根呆毛，那个就是放电和收电的地方，不论大小都是黄色雷史莱姆向紫色雷史莱姆放电，而且似乎好像是不存在黄色的小雷史莱姆的，反正我是没找到过。放电过程中呢，会形成一道电光，角色碰上会受到伤害，但打到雷史莱姆身上则是免疫。除此之外就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温馨提示，千万不要在水里和黄紫两种颜色的史莱姆嬉戏玩耍，感电很频繁哦。岩史莱姆相比其他种类的史莱姆来说，唯一的特点就是头上装了个头盔，大小都有，而且大的岩史莱姆还有条护盾值。很神奇的是，虽然小史莱姆的头盔是不会掉的，视觉上头盔和身子也是连体的，但大的史莱姆的头盔是可以通过破盾来打掉的。此时岩史莱姆的攻击欲望和攻击力都会下降，可能是因为光秃秃的没脸见人了吧。火史莱姆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头顶的火元素并不是常驻的，每当我们用足够的元素量与其反应后，它们体内的火就会被熄灭，此时我们可以给它们挂上任意种类的元素，甚至可以被冻结。除此之外，大的火史莱姆死后是会发生爆炸的，前提是假如它们体内的火还没有被熄灭的话，小的则不会，但在炸药桶里的可是会的。水史莱姆就没什么特别的了，会吐泡泡，仅此而已。然后我们仔细的说一说讨债人吧。讨债人的每一招一式，其实都是在为了最后的顺域影杀阵做准备的。一开始的隐身是为了方便进行移动，不断的改变自己的位置，然后放出红色透明的分身，一共会释放6次。分身是有血量的，我们可以通过攻击给打掉。释放完6次之后呢，讨债人就会释放收尾的大招了。分身就像是废雷神，讨债人可以通过它来进行瞬移，依据最后场上留下的分身数量的多少，讨债人大招的攻击次数也会有变化。最高的话当然就是6次的冲刺，再加上最后的下手攻击了，真的是非常帅。伤害吃满的话，正常的角色的血量都是遭不住一整套攻击的，更别说要是在水里，那蒸发打的就算是中离也扛不住。说实话，我觉得完全可以当成一个角色的技能模板了。强不强是一回事，但帅不帅是一辈子的事。你还有，你懂我意思吧？雷银术士的大招，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见过，毕竟释放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也不需要准备，只要生个气就行。大招期间自带护盾加霸体，攻击频率还是很高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破盾来强行打断，实用但是不够帅。无相雷不太常见的技能招是有2个，首先就是躲避小游戏，无相雷会以自己为中心向外分散出，就像雷块好了，这时候我们选择跑到最外圈躲避是最佳的。然后还有一招也是被大家经常讨论的招式，无相雷会创造出一个牢笼，把角色框在里面，当然也有可能会把他自己也框在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反应来把柱子打破，打破之后呢还会获得一个成就。前几天还在群里看到有人在讨论的，说实话我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不知道无相雷会有这招的。我记得我早期开荒的时候老见啊，难道真的只有我是一路刮痧刮过来的吗？当然也确实有可能是现在的新角色越来越厉害了，毕竟现在不论干啥追求的都是速度，秒才是常态。无相风，无相风的大招其实就是在4周创造出龙卷风，龙卷风实际上是可以染色的，当我们把龙卷风染上4种颜色之后，也会获得一个成就。
就是这对手速的要求以及运气的要求有点高，因为龙卷风的驻场时间很短，还会到处乱窜，所以我就不演示了。其实是我录了很久都录不到，手残。不过呢，这龙卷风实际上只是无相分大招的前戏而已，龙卷风过后是会在空中留下能量球一样的东西的，之后需要我们利用分场，又或是自己创造条件来拾取这些能量球，不然无相风是会自己吸取的，然后发射出一阵阵的风压，最多3次。无相炎其实最不常见的就是在我们把所有柱子破完了之后的招式，因为往往此时我们会选择直接把它给打残，所以通常都见不到。但如果此时我们耐心等待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它也会变成锤子来打你，还会在原本4颗柱子的位置下起言语，每个位置还分为3个小范围，言语下的时间比较长，可一旦结束，那就是无相炎复活的时候了。纯水精灵，其实纯水精灵的招式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招一招纯水生物。不过我想大家应该在打的过程中肯定碰到过被纯水生物死亡时爆炸的水波给炸死的情况。其实具体来说，只有2种纯水生物会发生自爆，青蛙和小鸡。这俩的技能组也是比较有相像，都是跳起来砸地，造成大范围的水伤。其余的鸟、鹤、猪什么的，其实都没什么特别之处。鸭子会在自身周围创造一个会持续造成水伤的领域，然后疯狂的靠近你。螃蟹会围绕着你狂吐泡泡，而且移动速度很快，消攻进了都头痛。松鼠则会回血，若是伤害量不够，可能你永远也刮不死它。其实文案写到这里，我发现我真正想说的并不是什么不常见的技能招式，而是一种回顾。当初的我打怪确实很刮，但我刮得很开心。曾经打分魔龙的时候，甚至没有一个场地是完好的。现在再回过头去打，发现基本不论是什么主 C， 一轮的输出就完全足够把分魔龙带走了。现在是为了打而打，而放到以前是叫做挑战。论招式的炫酷程度，我想公子的经络绝对是最帅的。随着音效的到来，整个场地都是金的身体，然后落下。不太擅长危机应对啊。北风狼的开场也是同样道理，一声狼嚎，然后狼王缓缓走出，配合上专属的战斗音乐，氛围感拉满。当初自己一个人探索提瓦尔特时，都是想去哪就去哪，无意间爬上山顶，打开了3只鹤的机关，然后独自登上庆云顶时的那种经验感。说实话，从那之后我再也没体验到过。现在开图都是有目的性的，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找宝箱，先把剧情过完，然后就是找宝箱，奖励才是我唯一所看到的东西。其实新图做的都很好，很多剧情也值得深思，但当本身就带着目的性去搜图时，那就已经不是玩游戏了。一开始是我愿意，而现在是我要我得。我记得曾经的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打通深渊，那时候也不会有什么焦虑感，心想着慢慢来就好了。第一次深渊满星时的成就感，我巴不得广而告之。而现在打深渊都可以说是随便乱玩，只是为了拿原石。游戏上线也是每日加轻体力，然后下线。我不知道原石还能陪伴我多久，可能不论什么游戏玩到了后期都会这样，但偶尔静下心来回顾一下，有点新发现的这种惊喜感，确确实实有点当初玩游戏时的味道了。本期其实严格来说算是一期回顾的视频，所以涉及到的怪也都是一些早期就已经存在了的怪，可以说我是不务正业，但我还是想做这么一期视频，千金难买爷愿意。我是思凡，我们下期再见吧。